我的婆婆年近60，怀了3胞胎，她一意孤行的要生下孩子，我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劝说她为了身体减胎。结果婆婆费了9牛2虎之力，生下了2个女儿。她怨毒的咒骂我，说是听了我这个灾星的话，减胎把儿子减掉了。婆婆受不了大家的指指点点，她把这一切都怪在我头上。新年用鞭炮炸死我，重活一世。看着婆婆兴奋地拿着产检报告向我们宣告她怀了3胞胎，丈夫问我怎么办时，我笑着说，多子多孙是福气，老天是在给咱妈降福呢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老婆，我妈这么大岁数怀了3胞胎，可怎么办呢？丈夫张鹏愁眉苦脸的脸映入我的眼中，我意识到我重生了。上一世婆婆怀了3胞胎，因为是超高龄产妇，医生和我都建议她减胎，婆婆却一哭2闹3上吊，说我是害人精，是我自己的肚子不争气，嫉妒她能一次怀3个。后来在医生和我的多次劝说下，她同意减掉1个孩子。我忙前忙后，求爹爹告奶奶，四处奔走，为她找生产的医院。后来顺利生下了2个健康的女宝宝，她却面目狰狞。在产房里，她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就是因为听了你这么个晦气的东西的话，我的儿子没了。你就是嫉妒我能生儿子，你这个毒妇，还假情假意的来照顾我，其实就是来看我笑话。我也是女人，知道女人生孩子的不易，所以也没有再计较这些。因为婆婆的年龄也大了，所以孩子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带，忙活2个孩子的吃喝拉撒睡，忙活孩子的上学问题。为此，我还辞去了我的工作。谁知道婆婆高龄生产未生儿子，结果生了2闺女的事儿传得尽人皆知。婆婆出门买菜都被人指指点点，她将这一切矛头都指向了我。新年的时候把鞭炮丢进下水道，骗我去给她找钥匙，炸死了我。好在我重生了。重生在婆婆刚刚得知要减胎的时候，她问我，你是大学生，你懂得多，那医生是不是骗我的？是不是就是嫌我老？我哪里老？说我是高龄产妇，我简直不爱听。我满脸堆笑，妈，你那么年轻，怎么会是高龄产妇？孩子1个都不能少，多子多孙是福气，老天是在给咱妈降福呢。她被我捧得脸上笑开了花，谁让你生不出儿子？替张家传宗接代的事儿还得我来，等将来你弟弟们出生，你们就当自己的孩子养，听见了吗？以后还能给你们养老送终呢。全程不吭气的老公张鹏一听到这，连忙点了点头，还欲盖弥彰地指着我道，都怪你生不出来儿子，还得辛苦咱妈。我没说话，笑着看他把戏演完。儿子，我不是听说刘芳有同学在省医院当医生吗？不如我们让他托人帮忙。婆婆又将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。上一世我忙前忙后为她找医院，他们却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没有一个人来心疼我。婆婆还理直气壮地说，不是你说减胎的吗？不就该你负责？为此我出钱出力。当我和张鹏说想让他分担一点照顾婆婆的担子时，张鹏就说，你又不上班，还生不出来孩子，连照顾我妈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要你干嘛？所以这次我不会再做这种无用功了。妈，你肚子里的孩子自有天佑，还需要托人找医院吗？张鹏小声嘀咕，会不会找一家医院会好些呀？这是老天降福怀上的3胎，而且婆婆是过来人了，能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？婆婆显然很受用，连连点头。
随便找家医院就可以了。我肚子里的孩子有上天眷顾，于是我天天看着婆婆张兰指挥张鹏为她住院的事情跑来跑去。几个月后，张鹏焦急地给我打来电话：刘芳，妈现在大出血了，你赶紧联系人给她送医院去。上辈子我为了婆婆张兰忙前忙后，她有一点小问题都担惊受怕，张鹏就乐得清闲，天天玩手机，甚至医院都不来。而婆婆却说我装模作样，花了那么多冤枉钱，是个败家子。我想着婆婆年纪大了，不理解这些，而我只要尽心尽力，总有一天他们会接受我。但是如今我吹着温度适中的空调，放下手中刚点的奶茶，我今天没空啊，老板叫我加班呢。张鹏咆哮着：你那个破班有什么好上的？你工作重要还是妈的身体重要？要是这回妈出了什么问题，我跟你没完。我不慌不忙，你不要着急，妈肚子里的孩子自有天佑。你想想，一般人能怀3胎吗？那既然能怀上，说明不是一般人啊。张鹏气还没消，转头又对张兰骂骂咧咧：你不是说肚子里的孩子好得很吗？现在又要花一大笔钱，一把年纪的人了还去生孩子，害得我这几天低三下四的看别人脸色。我看你就是闲的。张兰不敢反驳，张鹏又骂骂咧咧。等把张兰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张兰已经失血过多，痛得昏厥过去了。经过抢救，张兰还是恢复了过来，但是肚子还是很痛，于是她偷偷吃了些止痛药。正规的大医院对止痛药都是有严格的限制的，但是在小医院，她托关系弄到了几瓶。上一世我能不用药的都不用药，尽量都是食疗，还被张兰嘲讽，就几粒药的事情，花样真多。但是她不了解，孕妇的用药是很谨慎的，用药不规范，不但会影响胎儿，孕妇也很容易上瘾。所以现在我不会再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她爱吃药就吃吧。过了几天，张兰的身体逐渐恢复了。张兰觉得这是因为自己的聪明决断，几颗止痛药就搞定了，也是因为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老天爷赐下来的，所以受到老天的保佑，激动地自拍发了朋友圈：老天赐3宝，身体壮又好，玫瑰玫瑰。他的朋友圈好友都在表达羡慕：张姐咋怀上的呀？教教我呗。张姐真是老当益壮啊，接3宝。张兰看了这样的评论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上一世有我为他们忙前忙后，他们2个都乐得清闲，而这一世都是张鹏在忙活，他除了正常上班，剩下的时间都在为他妈鞍前马后。很快他就累得不成人形，于是他给我发消息：丫头，我终于明白了你的不容易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丫头，咱妈怀孕也不容易，你多理解理解她吧。张鹏说这些并不意味着他真的理解了我的辛苦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他需要一个冤大头来帮他照顾他妈，就像这么多年都是他妈在照顾他。但是有了媳妇之后，他突然就懂了孝顺，要求女方体会他妈的不容易，要求女方来分担他妈的家务，而自己就美美的隐身了。没等我回消息，婆婆的电话就打来了：刘芳啊，我那天确实不该说你生不出来孩子，是我做的不对。这句话她说的心不甘情不愿，我隐约听到后面张鹏的声音：你态度诚恳点儿，不然怎么把他骗过来伺候你？婆婆也小声回应：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转过头，电话里就传来了谄媚的声音：我知道你不就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？我理解你的心情，看着我怀了3胎，心里不舒服，我也理解。
咱们毕竟还是一家人，哪能说断就断呢？这样吧，等我顺利生下3胎，给你一个，你就当自己的孩子养。当然了，是女儿的话可以给你一个，儿子的话就算了哈。我翻着白眼，这等好事还是你们自己养吧，我就不敢来沾光了。婆婆在那头气急败坏，刘芳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，给脸不要脸，就你那个不争气的肚子，我同意给你一个，你就偷着乐吧。不等他说完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没过几天，张鹏找到了我娘家，他瘦得皮包骨，形容疲惫，一进门就趾高气昂，闹完脾气就赶快回来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呵，我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他，你快滚吧，张鹏，认识你算我倒霉，你麻溜地滚出我的视线。不等他说话，就被我爸打出了家门。之前我为他们家当牛做马，还得不到好脸色，还忽视了真正爱我的家人。张鹏脸气成猪肝色，在屋外叫嚣着：“你们等着吧，等着我妈把3个孩子生出来。”莫欺少年穷。当晚，张鹏还连发了好几条朋友圈。我这一生如履薄冰，你说我还能走到对岸吗？终究是我自己扛下了所有。有一个善妒的妻子，一家人都得不到安宁。我将他拉黑，不再看他的朋友圈。再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热搜上，红果果的标题挂在榜首，6旬老太怀3胎，随之而上的是他的炸裂发言：3胞胎，总有一个是儿子吧？我就是命里带儿子，我就是运气太好了，多少人想要这福气都没有。这是老天爷在眷顾我。我那个白眼狼儿媳，自己的肚子不争气，妒忌我能一次怀3个，她觉得在这个家没脸待下去了。下面的网友却也很清醒，2024年了，居然还能看见清朝人。我有痔疮生不了，她生了就不能再催我生了哦。心疼她儿媳，幸好跑了。这样的家庭谁能受得了啊？时代早就不一样了，现在大家都不是玩论了，无论是男还是女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价值。婆婆看到自己在热搜上，更是得意洋洋，因为她觉得这样就有更多的人知道她怀了3胎。对于那些不好的评论，她置之不理。那些人懂什么？他们就是嫉妒我怀了3胎。相比婆婆的得意，张鹏显得焦头烂额，因为婆婆是超高龄产妇，注意的方面比别人多，自然而然花销也比别人多。从她怀孕到现在，大大小小的检查和营养品花的就有10多万，之后的花销更是只有多没有少。但是她现在分身乏术，哪有那么多精力放在工作去挣钱？就是你非要生这个孩子，现在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，谁养得起？张鹏气急败坏，生孩子是这样的，前期花得多，后面就好了。你想想，以后有3个人伺候你呢。婆婆小声宽慰：“你说得倒轻松，你天天在床上躺着，我忙前忙后伺候你。养孩子就是吞金兽，我当初信了你的鬼话。”说这孩子是福报，我看是来讨债的。婆婆自知理亏，不敢再争辩。她现在还要指望她的儿子张鹏。刘芳肯定还有钱，找他要。你们是夫妻，他的财产本来就应该有你的一半，但是和张鹏结婚这么多年，就没有攒下什么积蓄，所以在银行卡上根本就没什么钱。而且为了防止张鹏用我的银行卡套贷，我早就将所有的银行卡注销了。刘芳，咱们夫妻一场，做事也不用这么绝吧。张鹏打电话给我，他好歹也是你妈吧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尸四命，我可不敢让他当我妈，他可是有老天保佑的天命之人，福气大得很，我可不敢来沾边。你给我拿点钱，咱妈住院正是需要钱的时候。张鹏厚颜无耻地说：“
没有，我懒得废话，我们就算是离婚，你那里的钱也有一半该是我的。张鹏这番话都把我听笑了，我嘲讽张鹏，你摸着良心，就你挣得那3瓜2枣，要不就上交给你妈了，要不就你自己霍霍了，你能剩什么给这个家里？张鹏自知理亏，转移话题说，你爸不是婚前给你买了套房子吗？你把它卖了给我呗。张鹏把主意打到我的婚前财产上了，你滚蛋吧，张鹏，你真的厚颜无耻不要脸，我就是白送给别人也不会给你。不久之后，就有在医院工作的同学给我发来照片，小芳，这个不会就是你那个要生3胎的婆婆吧？图片里的婆婆浑身浮肿，睡在过道的病床上，是前婆婆。我好心纠正，原来张鹏交不起住院费了，医院下期限强制离院，但是他们死皮赖脸地躺在床上不动弹，谁来碰她？婆婆就大喊大叫说有人要害她的命，医院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他们安置在过道里。随后同学发来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的婆婆头发凌乱，双目无神，全身浮肿，肚子更是大的马上要撑破了一样。她正慢悠悠地起身准备去上厕所，张鹏忙着上班，也没有钱去给她请护工，自然没人来照顾她。旁边的人有点看不下去，想给她搭把手，她立马换上一副怨毒的表情，叫骂着滚远点，别想来害我的孩子。旁边的人晦气地啐了一口，走远了。这家人真的奇葩呀！同事孜孜不倦地给我吐槽，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奇闻。原来医生了解他的情况，耐心地给讲他解释生3个孩子的危险程度，甚至会威胁到生命，所以建议他减胎。婆婆一听到减胎2个字，像是碰到了什么敏感神经，立马叫骂了起来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想黑别人的娃，你好黑的心肠！庸医呀，庸医！声音之大，整个医院都听到了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听说气的医生自己都去调了瓶葡萄糖，还给院长说以后不要再给他塞这种病人了。有了这位医生的前车之鉴，没人再敢给他们家看病了。婆婆因为年龄大了，3个孩子需要的营养供养不上，需要打营养剂保胎，但是张鹏哪有钱啊？婆婆抱怨，这都是医院用来骗钱的把戏。以前怀孕的女人吃米糊烂菜叶，还不是把孩子都生出来了，怀着孕还不是一样的下地干活。现在这些医院骗钱的套路真多呀，她不知道，以前吃米糊烂菜叶是因为物资匮乏，不得已吃这些。有多少女性以牺牲自身的健康去孕育了一个孩子，又有多少的女性因为怀孕生子留下了后遗症，但因为观念的原因羞耻去看病，从而忍受了一辈子的后遗症。而这些后果婆婆不以为耻，反而好似一种光荣一样讲了出来。你还记得以前给我接生的那个王仙一吗？婆婆又冒出了想法，向张鹏打听。我知道啊，听说他不是害得人家流产被送进去坐牢了吗？那是那家人故意害他的，想拿流掉的孩子找他要钱。王仙一医术可好了，当初就是因为听了他的话，我才生出儿子来的。这个王仙一我也是知道的，当时因为我一直怀不上孩子，本来打算和张鹏一起去医院检查，却被婆婆拦住了。你肚子怀不上孩子肯定是你的原因，你把我儿子拉上去做检查干嘛？这一来一去不得花大几千，花那个冤枉钱干嘛？我去帮你找王仙一开1两副药就好了。后来因为我不愿意喝那看起来黑乎乎而且来历不明的药，还被婆婆指着鼻子骂，在全村里传说我想让他们家绝后。
他不知道这个王先一其实才是个真正的庸医，他还涉及诈骗、人身伤害等等罪名，坐了近10年的牢才出狱。出狱后，他又继续顶着先一的名号，四处造谣撞骗，迫害了许多的家庭。你去帮我找王先一开几副药过来，比这医院的营养剂靠谱多了。于是几天后，婆婆收到了张鹏带来的奇形怪状、叫不上名字的草药。就这几株破草，他要收我2万。张鹏一脸狰狞，像是恨不得把王先一碎尸万段。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这是值得的，这不比那几千块钱的营养剂强。不一会儿，张鹏就把药煮了出来，黑乎乎的一碗，发出恶臭。张鹏捏着鼻子，嫌弃地把碗远远地拿着。妈，这真的行吗？这药好臭啊！婆婆却像是如获至宝一样，满眼放光地看着那一碗汤药。这叫良药苦口，懂不懂啊？说罢，她一口气就把药喝了进去。不到1刻钟，她就捂着肚子嗷嗷大叫起来。张鹏，我肚子好痛啊，我好痛啊！她痛得直在地上打滚，周围的人也不敢上前帮忙，害怕她又倒打一耙。张鹏急忙找来医生，把她送进急救室，诊断结果是中毒。医生说，经过救治，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是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没有。3个孩子中最弱小的那一个已经是死胎了，必须马上做手术取出来，不然会影响其他孩子的生命。张鹏只好咬咬牙同意了。孩子取出来，已经看得出来人形了，是个妹妹。婆婆从急救室出来后，一个劲地问她的孩子怎么样了。张鹏如实相告，婆婆立即哭天喊地。哪怕她才从急救室出来，还很虚弱，医生不断地告诉她要静养，但是她还是不断地拉扯着医生的衣服，咒骂着：“你们这些刽子手，杀了我的孩子，你们要遭报应的。你们要下地狱，你们下辈子要进畜生道。”张鹏听到心冒火，这一遭他又搭进去了不少钱，心里更是怒不可遏。你快把那张臭嘴闭上吧，要不是你出什么馊主意去找什么王先一，老子根本不会搭进去那么多钱，真是丧门星。婆婆却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了，一个劲儿地哭喊着她的孩子孩子。护士小姐姐有点于心不忍，上前宽慰：“只要你好好养身体，还会有个可爱的女儿的。”婆婆立刻尖酸刻薄地反驳：“你才生女儿，你才生女儿，你个歹毒的女人！”随即，她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了一样，取出来的是个女娃。张鹏点点头，婆婆突然收起了眼泪，看上去也没那么伤心了，嘴里絮絮叨叨。还好是个女儿，幸好是个女儿，刚好给我的儿子腾地方了，免得他抢我儿子的吃食。随即他换上了一副笑脸，比起大拇指：“真是谢谢医生啊，真是妙手回春啊，把这个寄生虫从我的身体里踢出去了，我感觉身体好多了。”哦不，应该感谢王先一，不愧是先医啊，知道我想要儿子，专门让这个累赘滚了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张鹏，你可要好好感谢人家呀！听得护士小姐姐目瞪口呆，不愿再多待，交代了注意事项，就马上走了。我和张鹏离婚后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，很快得到了领导的赏识，被调往其他城市当主管。上辈子我领导本来也是准备升我做主管的，但是我当时要照顾婆婆还有2个孩子，隔3差5就要请假。领导还找过我谈心，委婉地劝说过我，女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工作，有一份收入才有保障。但是当时我一头扎进了生活的琐事中，认为家庭也很重要。领导满脸可惜地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谁都会背叛你，只有靠能力挣到的钱不会。
很快我就在工作中认识了优秀的对象，因为有了张鹏这个前车之鉴，我深入了解后才确定了关系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听我之前的同事说，张鹏还来公司找过我，带着他身怀6甲的老母亲跪在我公司的门口，身后还拉着横幅，哭天抢地地说是我丢下担子，把钱卷跑了，让他们孤儿寡母无处可去。我的领导也不是吃素的，立马就让人去查张鹏，发现他好赌，特别是他妈住院后赌得更凶了，搭进去了不少钱。这下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张鹏是个好赌的妈宝男，还有个快要60还怀着孕的奇葩妈。不少同事还替我惋惜，这么好的人怎么遇到这么奇葩的家庭？还好我跑得快。张鹏看到风向不对，只好和他妈灰溜溜地走了。鹏啊，这些势利小人都被刘芳洗了脑了，等我把娃生出来，有他们好看的。我听说有种蓝果，吃了以后保准儿生儿子。张鹏有些怀疑，你这靠谱吗？这肯定的呀，我老家山上就长得有，你托人给我带点来。于是张鹏连发了好几条朋友圈，有人能帮我带摘些蓝果吗？必有重谢。下面的回复也毫不留情面，张鹏你疯了吧？哪有什么蓝果呀？没见过什么果子还能改变染色体的，你妈真是想儿子想疯了。张鹏对那些不好的回复都置之不理，最后找到了一个人给他带，那人张口就要1万，张鹏骂骂咧咧，就几个破果子要我1万，你当我的钱是大风刮过来的呀？那人却不恼，那破果子长在深山老林里，除了我还有谁愿意去给你采？你爱要不要吧？张鹏咬咬牙还是买了。到手后，婆婆开心的手舞足蹈，就是这个就是这个，说罢就一口咬了下去，酸得龇牙咧嘴的。张鹏看着难受，好奇地问，这能好吃吗？好不好吃不重要，酸儿辣女你不知道啊，越酸才越好。就这样，婆婆一口气下了10个果子，酸的脸像抹布一样皱在一起。不过这回确实没发生什么危险。很快到了婆婆生产的时候，因为是超高龄产妇，医生一开始就下了病危通知，并且建议剖腹产，但是婆婆却死活不干，并躺在床上嚷嚷着，顺产的孩子才聪明，听我的，我有经验，顺产。没有办法，医院只好安排顺产。不到一会儿，医生就出来通知，孩子胎位不正，需要手动复位。于是一位医生用力地按压着婆婆的肚子，不断把孩子挪动到正确的地方，痛得婆婆冷汗直下。有个孩子脐带绕紧了，准备剖腹产，不行，不能剖腹，就顺产。婆婆一意孤行，孩子要窒息而死了。医生也急得满头大汗，不行，必须顺产。医生们也只好改换方案，采用阴道助产，使宝宝快速地分娩出来。可是也晚了，生下来的时候已经是死胎了。不过好在第2个孩子顺利地生出来了。这时医生却又马上下了病危通知，产妇大出血，伤口止不住。于是婆婆立马被送进了 ICU。 张鹏却说，我听说 ICU 可不便宜呀，你们不会是又想骗钱吧？病人已经很危险了，必须马上上仪器，这是同意书，请您签一下。张鹏的手却很犹豫，孩子也生出来了，再花那么多钱在一个病危的老人身上，张鹏觉得不值得。这时身边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，他妈年龄那么大了，还生下了个孩子来，他不会不救吧？说不准 ICU 多贵啊，这个时候可不见得讲什么母子情分了。张鹏感觉身边有很多只眼睛在盯着他，他想放弃，但他不想背上一个白眼狼的名声。他咬咬牙，大手一挥，
还是同意了，什么都没有他的面子重要。这头才签完字，张鹏又被医生叫走了。家属，这个孩子好像有一些问题，你过来一下。原来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头大身体小，脸色也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，还对医生做的刺激测验没有反应，母体的激素好像有点不正常，致使孩子有点基因缺陷。虽然医生说的已经够委婉了，但是张鹏还是勃然大怒，你孩子才有缺陷，我妈的娃儿吃过仙医的药，受过来儿果滋养，还是我妈顺产出来的，绝对是没什么问题的，肯定是天才。什么来儿果？医生表示震惊，孕期不要乱吃东西啊，会影响胎儿的。张鹏却不以为意，大放厥词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医生也反驳，那你去找你觉得懂的医生吧。经过抢救，婆婆脱离了危险，但是她脖子以下都瘫痪了。婆婆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，却是在问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医生也如实相告，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子，第一个孩子不幸离世了。婆婆本来高兴的脸上又立刻乌云密布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连接生孩子这么简单的事都干不好，你们这些医生都是吃干饭的，不如我们村里的赤脚大夫，赔钱赔钱。但是话说到一半，他像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张鹏，我的手怎么动不了了，脚怎么也……一旁抱着孩子的张鹏却没什么好脸色，他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怒骂道，你贪了，老不死的，生娃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老子才不会照顾你，你个累赘！得知自己瘫痪后，婆婆面如土色，但嘴里还是不断叫嚷着赔钱赔钱。几年后，我结婚了，也顺利地生下来一个可爱的孩子。当初我还很害怕没有孩子影响我的婚姻，结果我丈夫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。原来有问题的人不是我，下不出来蛋的一直是张鹏。我这么多年一直被他们蒙在鼓里，好在我逃了出来。孩子1岁后，我带着孩子回到了老家，大家看到我怀里的孩子，一切都明了了。感情是张鹏不行，我也陆陆续续地听到了一些张鹏的消息。婆婆生完孩子后，她就将婆婆接回老家了，但是她自己要上班，还要照顾孩子，根本没空伺候婆婆，所以经常把婆婆扔在床上，一扔就是好几天都不管。听他们的邻居说，他们的房子都是臭的，婆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，可脏了。她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，一天就吃1顿饭，身上长满了褥疮，得了很多皮肤病。而张鹏从医院那里得到了20万的赔偿，但是他好赌，没几个月就赌完了，还倒欠了一屁股债。而且他现在也没上班了，四处求医给孩子治病。听说是因为孩子好几岁了，都还没开口说话。婆婆还说，这是因为贵人语迟，导致孩子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，病情更严重了。不久前，张鹏才给他妈举办了葬礼，葬礼上他难掩兴奋，终于可以送走一个累赘了，而且可以收一笔份子钱。但是他们家在村里的名声实在不怎么样，葬礼根本就没什么人参加，只能草草收场。正当我和亲戚拉家常的时候，一个瘦瘦黑黑的小孩上前找我讨糖吃。这个小孩儿全身脏兮兮，呆头呆脑的。喏，这个就是张鹏的好兄弟。村民调侃道，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。算岁数，这个孩子应该有5、6岁了，但是他看上去要小好多。本来要将他送到村小去，但是他学了1年还是一个字都不会认，还去掀同学的裙子，扯别人的辫子，偷别人的东西。学校里没有一个人是喜欢他的，
他就整日在村里闲逛，饿了就去这家那家讨点东西吃。张鹏刚开始带着他积极求医，但是看到砸了那么多钱还没起色后，也渐渐放弃了，于是将他丢在老家自生自灭，自己在外面四处躲债，只是偶尔回来看看他。我给这个孩子拿了些吃的，还将一些保暖的新衣服也给了他。虽然婆婆和张鹏固然可恨，但毕竟孩子是无辜的。那孩子拿了东西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呀呀地开口：“谢哟！”村民们一脸稀奇，头一回见他说话，在学校上了1年学都没学会一个字儿呢。我为这个孩子感到惋惜。每个孩子降生在这个世界都是洁白的，不应该用性别去判定他们的优劣，只要用爱去浇灌他们，他们就会成长成善良有爱的模样。在回程的车上，我看见那个孩子站在山头，咧着嘴冲我挥手。我低头看着自己怀中熟睡的宝宝，低声说道：“宝宝，妈妈爱你，无论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。”丈夫笑着握住我的手，笑着说：“爸爸也是。”襁褓中的孩子喃喃一语，咂巴着嘴，像是不自觉地露出一个微笑。全剧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假如可以选择一个平庸懦弱的女儿和一个智商极高但超雄的儿子，你会选哪个呢？我妈选择了后者，放弃了我。她幻想着那个男孩能给她带来好日子，可最终还是被自己的贪欲反噬了。丽丽，你觉得张恋哥哥怎么样啊？这天，妈妈一改往日对我的嫌恶，蹲下身子，温柔地对我说，同时我也听到她的心声在嘀咕，到底该不该换呢？上一世，她也问过我张恋这个人，我不明白他的意图。把那个男孩剥掉仓鼠皮做实验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当时他没有再说什么，我继续过着痛苦的生活。他虐待、毒打我，把生活的不顺都发泄在我身上。后来在新年夜里，他破天荒给我做了一顿肉吃，没想到那里放了耗子药，他要自杀，让我陪着他一块死。在睁眼时，我重生到了他问我问题的那一刻，也读到了他内心的换子系统。我清清嗓子说，他可厉害了，去参加竞赛拿了好多钱，听说得几10万了。妈妈激动得不行，捏着我肩膀的手都大力了不少，可他还是没有动弹。我心里有些撒急，不行，系统只给了1次机会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我心一横，把妈妈推开，然后拿起跳绳对她说，妈妈，我要出去玩了。妈妈撇着嘴说，真是个贱骨头，饭还没做呢。她伸出手要拦我，我一下子躲过去，然后冲出门外，看着窗户，我心一横，2楼，小贱货，你滚回来啊！妈妈拿着扫帚跟在我身后，下一秒我直接跳了下去，脚腕碎裂的痛传来。啊！妈妈惊恐地来到楼下，你有病啊，摔倒了还怎么做饭呢？故意的吧你？她抬手就是一巴掌，我的脸火辣辣的痛，我哭得不行，说，妈妈，求求你带我去医院吧，我好疼，我要住院。我听到了妈妈的心声，这个拖油瓶，别人家的孩子都给父母挣钱，就他非得当一个笨货累赘。他气得直喘粗气。我知道他最爱的是钱，不是我。系统，我要换。妈妈斩钉截铁地说。天旋地转间，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家。妈妈，我看着眼前的女人，试探着出声道。她心疼地看着我，轻轻摸了下我的头发。都叫你别学习太累了，都晕倒了，腿都摔断了。我扑进她的怀里，放声大哭。妈妈，我们搬家吧，好不好？我想彻底逃离这个地狱般的地方。在央求下，新的爸爸妈妈带我搬了家，新生活要来了。
我并不对那个被换走的男孩感到愧疚。这个男孩是被爸爸妈妈捡到的，虽然高智商，可他却是个心理不正常的人。爸爸妈妈对他很好，他却把他们的皮剥下来做成了精美的工艺品。没想到我还能有遇到唐娟的那一天。唐娟就是上辈子害死我的那个生母，我不想再叫她妈妈了。哎呦，我来给我儿子参加家长会了，他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，穿着大红裙子，画着精致的妆容。这次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，留在学校，所以才碰到了他。真可笑，他从来没给我参加过家长会。唐娟直直地朝我们走过来。哎呦，你家孩子考了第几啊？唐娟的红嘴唇几乎咧到了耳根。第10名。妈妈骄傲地笑着摸了下我的头发。唐娟掩住嘴唇，然后整理了下自己的裙子。要说呀，这女孩子就是比男孩差点。我家孩子又考了第1名，年年第1呀！她的声音无比的大，好多人都看过来。张恋也是学生代表，他站在他身边，3白眼总是透露着一股阴狠。妈妈听了，生气地把我搂进怀里。张恋妈妈，请你不要说这样的话，这个时代了，还重男轻女吗？你的思想怎么这么落后？我拽住妈妈的衣角，安慰道：没事妈妈。因为我听到了张恋的心声，智商这么低，剥下来的皮也做不出好东西，把他腿砍下来做拐杖吧。唐娟越显眼包，张恋对他会越狠，因为张恋这样的人根本瞧不起智商低下的蠢蛋。唐娟宝贝地拉着张恋的手坐下，我又买了5000块的补品，别忘了喝。他亲昵地对张恋说。我听到这句话还是刺了一下。上一世他不让我用卫生巾，只是给了我几张布条，轻描淡写地说家里条件不好，不能供着2个人用，能买5000块补品，却买不起我的卫生巾。张恋皱着眉不理会他。我站上讲台，念起了我的演讲稿。亲爱的老师、叔叔阿姨们，我故意念错了一个很简单的字。果然，唐娟憋不住了，当众发出了尖利的笑声。她最喜欢看我当面出丑了，以前我都把牙摔掉了，她不仅不帮我，还站在前面笑得无比开心。哥哥，所有人都皱着眉头瞅她，包括张恋。我声音更大，继续念了下去。此后，我每念一句，她都要发出一声尖笑。丢人的东西，幸亏不是我的孩子了。我听到她的心声，我却读得更开心了，因为张恋内心在说，我要不要把他读哑呢？唐娟又搬到了我家的对门。大儿子你别搬，这个沉。唐娟讨好地阻止张恋搬一个塑料凳子。我脸色惨白地看着他们的到来。为什么？丽丽，你没事吧？妈妈搂着我，关切地问。我摇摇头，突然小腹一痛。时间过得好快呀，妈妈，我好像……我抬头，上一辈子的记忆还像梦魇般纠缠着我。那时候，唐娟疯了一般的捶打我，因为她不承认我是个女孩，她不喜欢我来例假。我突然难以启齿，她低下头，看到我裤子上的血迹。丽丽，这说明你是个大姑娘了，你不要因为这个而感到羞耻。她给我拿来了一片卫生巾，洁白柔软。我哽咽着说：谢谢你妈妈，是你给了我一次救赎。我抱住她，心里暗道：这一辈子我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我觉得我得做些什么。唐娟看管张恋很严格，我听到张恋每天都在抱怨，说自己的压力无处发泄。他这样的人就像野狼，一旦闻到一点血的味道，就会抑制不住自己的天性。我开始拼了命的学习，让自己的成绩迅猛提升，然后参加各种竞赛，得到老师们的关注。在一次比赛中，我认识了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总，他很赞赏我的样子。我对他说：
老板，你人真好，可以让我和朋友去参观公司吗？他满口答应。我邀请了张炼去。昨天吃饭的时候说，实验完毕的小白鼠会执行安乐死，我们能看看吗？我说。同时，余光也注意着张炼。他听到我说的话，本来耷拉着的眼皮也高高提起来。老板笑眯眯说：“行，你想看就看。”我们走过去，隔着玻璃看他们的操作。我表面上看得专注，实际上内心听着张炼的心声。真想进去把那个人踢开，我自己来，不够狠。要是我，肯定先把那老鼠的四肢砍下来。唐娟真是每天限制我放学10分钟就回家，动物都摸不着。没过一会，张炼就焦躁得不行，直接甩手走人。我追了上去，问他：“你怎么了？”他不回答我，手紧紧地捏起来。手痒了吗？那打游戏呗。对了，我游戏还没签到呢。我一拍脑袋，把手机掏出来。游戏。张炼一听这个词，扭过头来看我。我的天，这怎么玩？我皱着眉乱点，假装焦急，盯了我一会，他直接把我的手机抢了过来。智障！他蔑视地看了我一眼，手指迅速地点了几下，然后他直接把我的手机抢走了。干什么？我跳起来想抢，可他狠狠把我推到地上，说：“你这种脑残，别玩游戏了。”小腿擦破了皮，血渗了出来。张炼盯着我的伤口，更兴奋了。我往后退了退，用手臂护住自己。你别打我，我把手机给你。这次我真的害怕了，毕竟对面是个变态。幸亏他收了手，开始揣着我的手机慢悠悠往回走。我倒在地上假装哭泣，实际上乐得飞起。上一世张炼的2大特点：虐待动物和网瘾。这一世唐娟把他管得死死的，他已经憋到极点了。可就算他管得再严格，张炼一辈子也碰不到动物和游戏吗？接下来就看张炼能否抵住诱惑和唐娟的管教能力了。很显然的是，他们都没能如愿。你玩什么游戏啊？不学习怎么赚钱啊？唐娟之前都舔着张炼，这是他头一次发火。很快，对门传来了激烈的争吵摔打声。你怎么那么贱？天天管我干什么？张炼的怒吼几乎都能把我家天花板掀飞。很快就传来了唐娟疯疯癫癫的尖叫和哭泣声。妈妈养你那么多年，你都能打妈妈了。而我正缩在温暖的被窝里，端着妈妈给我热的牛奶，惬意的昏昏欲睡。很快，张炼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小区。唐娟再也管不住他，他开始肆无忌惮地逃学去网吧，还打唐娟。唐娟脸上青青紫紫，出门都蒙着黑纱。这种人学习好有什么用？得打光棍一辈子。楼下大妈们把头凑在一起，谈论了半天，得出一个结论。没几天，叮咚一声，唐娟带着张炼来串门了。我脸色苍白地握住妈妈的手。她要干什么？来看看邻居。唐娟的嗓子真的坏了，只能发出很粗糙、含含糊糊的声音，我们甚至都听不大清。她连手脚都比划着说：“我知道是张炼做的。”妈妈给我泡了杯红糖水，但笑着敷衍他们。搬到这死丫头对门，就是为了好盯着她。唐娟心里道。顿时我身上一凉，我都不是你女儿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彻夜噩梦。可考虑下经济压力，我没法再让爸爸妈妈搬家了。每天唐娟都上门来，拉着妈妈说东说西。终于有一天，她说：“丽丽也算是我女儿，要不让她嫁给张炼吧。”她的心声道：“炼炼名声不好了，那还不如把张丽捆住，正好知根知底的。她新妈看起来好说话，也不用给什么彩礼。”我彻底怒了，滚出去，滚出我的家去！我把她往外推，
你这个不孝女，我白养你这么大了。唐娟上辈子的肌肉记忆还在，她抬手就是一巴掌。妈妈怒极了，给了唐娟一拳，她高高的颧骨上顿时一片红。我的宝贝女儿，不是给你欺负的。她卯足力气把唐娟推了出去。妈妈，妈妈！我躲在妈妈的怀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魔鬼，为什么不放过我？我好不容易逃出来的，好不容易有爱我的爸爸妈妈。唐娟不依不饶，还是天天蹲在我家门口，像狗皮膏药一样。而让我更害怕的是，张恋竟然改变想法了。不知道这女生怎么想的，嫁给我多好啊！唐娟虽然是蠢狗，但伺候我挺舒心的，还给我买了新手机，要不然不剥她的皮了。张丽他妈竟然打唐娟，还不让张丽嫁我，不如张恋跟在我身后。内心的想法让我害怕。我上辈子偶然看到他折磨动物的样子，满脸的血，小动物的惨叫声永远让我忘不了。张恋想对我爸妈动手了，绝对不能重复上辈子的诡计。我找到了唐娟的前夫张子强，也就是那个生了我却从来没看过我一眼的男人。叔叔您好，我是学校派来采访您的。张恋同学得了物理大赛的1等奖，奖金有5万块，请问您是怎么教育出他这么优秀的儿子呢？他有些诧异，因为系统把我和张恋的身份交换了，所以只有唐娟记得我是她的亲生女儿，而我因为是重生的，所以也知道这件事情。对呀，我有个儿子啊，那我怎么和唐娟离婚的？张子强内心诧异，他当初就是看唐娟生不出儿子才离开他的，现在他可有了一个好儿子。他愣了愣神之后，竟然口若悬河地说起了他是怎么辛苦教出一个学习天才的。我微笑着点头，听了2个小时，脸都僵了。好的，叔叔，那再见了。我带着厚厚一摞采访稿走出房门。上辈子就天天听唐娟说，张子强因为他生不出儿子天天打他，现在他们有儿子了，不知道事情会不会如我所料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唐娟又来我家说话。我妈本来不想让她进，可她直接躺我家门口，吓得我妈答应让她进去了。我和张子强复婚了，虽然他对我也不好，可还得给孩子一个健全的家庭，对不？唐娟话是这么说，脸上可笑得跟个花似的。张子强可不是啥好人，酗酒家暴，啥活不干。张恋的幸福生活要到头了。哎呀，张恋，他虽然从小到大都没管你，可他是你爸爸呀，你动什么手啊？从此每天我都能听到对门唐娟的大嗓门。张恋每天的心声都是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他。张恋已经长得膀大腰圆，唐娟和张子强也打不过他，每天他们的脸上都得挂点彩。到后来伤势越来越重，张子强还总是断胳膊断腿的。我听着他们野兽般的吼声，躲在妈妈的怀里获取安全感。和他们不同，我们一家总是其乐融融的，连唐娟也开始羡慕起来。你们家就不吵架，这么好啊！没过多久，唐娟又怀孕了。如果头胎是个女儿的话，2胎可能就是个儿子了。她嗓子依旧干哑，扯着我妈妈说话。唐娟怜爱地抚摸着她的肚子，这个神情我之前从来没见到过。她的眼里只有这个孩子了。妈妈就在一边敷衍地听着，叹了口气，真是重男轻女。不过她头胎不就是儿子吗？神志不清了吗？说完没有？丽丽肚子得饿了吧？我偷听了下妈妈的心声，心里一暖。妈妈真好，我现在很幸福。唐娟满意了，可张恋呢？他能接受吗？我有点疑惑，没告诉恋恋，我一定要平安生下自己的儿子。唐娟心里念叨着，勾起嘴唇。
张炼怎么不能知道自己有弟弟了呢？他一点会很高兴的。晚上，我来到了天台，那里张炼正折磨着一只流浪猫。我看着那血肉模糊的一团，心里难受极了。放开他！张炼没理我。我用秘密和你交换。他抬起头，感到有些兴趣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有弟弟了。唐娟一直瞒着你呢。趁着张炼愣神，我抱着猫赶忙跑了，生怕他追上来。身后传来他癫狂的吼声：张子强死了，死得很离奇，警察还在办案。听说作案手法极其精密老道，而他的皮被剥下来，不知所踪。我明白，张炼已经开始他的屠杀计划了。小区陷入恐慌，爸爸专门给我买了个防狼报警器。咱丽丽这么弱小一姑娘，最近晚上可别出门了。妈妈也说，丽丽最近放学就快回家，妈妈都要吓得做噩梦了。我甜甜一笑，好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。唐娟的肚子已经大了不少，她整日精神恍惚，一下子变得骨瘦如柴。张子强，我好不容易生了个儿子，我证明了自己，你怎么就走了？你天天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，现在我要下蛋了，你看见了吗？你一走，我怎么养得起2个儿子啊？他在对门的哭嚎声，我在家里都能听到。对了，系统，我要把我女儿换回来，要不然养不起我亲儿子了。看张炼那个样子，他肯定对我宝贝儿子不好，还是姐姐好，姐姐能照顾弟弟。我听到他的心声，吓得不行。可系统回复他，宿主需要征得女儿同意才行，顿时松了口气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最近每天都来问我，丽丽，唐娟阿姨对你好吗？我不回答，他又接着问，如果我当你妈妈，你愿意吗？我知道，一旦说出愿意2个字，系统就会把我们换回去，所以我1个字也不会说。唐娟就转变攻势，疯狂地对我嘘寒问暖。丽丽，我做的香菇饭，你吃点吧。她硬要把香菇往我嘴里塞，妈妈急了，把唐娟的手打开。丽丽从来不吃香菇，谁说的？她以前吃的可香了。唐娟硬要把香菇往我嘴里塞，上辈子就是这样，她总喜欢逼我吃不喜欢的东西。她也明明白白地看到了我吃到香菇后会呕吐，可她依然喜欢逼我吃下去，甚至她的认知里面就是我喜欢吃香菇，永远忽略掉我痛苦的一面。我闻到味道，跑到厕所里又呕了起来。妈妈站起身，呵斥道，唐娟，出去！我做这些菜，我容易吗？你们欺负一个孕妇！唐娟哭哭啼啼地抱着肚子走了出去。我实在受不了她的骚扰，就开始考试摆烂，还每天发疯。看到唐娟，就把自己的手臂挥舞成螺旋桨，给她无数个大比斗。她捂着山红的脸，骂道：“你真是个狗娘养的！”我嘿嘿一笑，我的确有个狗娘，可她不要我了，所以我才到了新家。我打得更起劲了。只不过，我每次拿回去10几分的卷子，都把爸爸妈妈愁得唉声叹气。丽丽，要不去个辅导班吧？爸爸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我有些愧疚，嗫嚅着不说话。哎，没事，丽丽。妈妈搂着我在怀里，把头抵在我的额头上。而唐娟听到我的消息，立刻开心的不行。哎呦，还是我家张炼争气呀！他这次又是第1名。他挺着越发大的肚子炫耀，我肚子里又得是个男孩，男孩成绩就是好。与此同时，他在心里说，系统，我不换了。宿主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，您确定放弃吗？当然了，谁要那个疯傻女儿，谁吃亏。我松了口气。而此时，张炼变态的一面已经越发显露出来了。这几天，我总是能在楼道闻到若有若无的血腥味。有一天，唐娟捂着肚子，
从对门里窜了出来：“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丽丽！”他使劲地拍着门，我躲在门后面，捂住嘴不敢出声，把他骗进我家里，才好让张炼折磨他，这样张炼就不会折磨我了。我听到唐娟恶狠狠的心声，太可怕了。我靠着门慢慢往下滑，不敢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。张炼是我的好儿子，我得留着他赚钱。他又在心里得意道：怪不得他看出张炼不正常，也不愿意报警了。因为这个，我的精神状态有些崩溃。爸妈看了出来，给我请了假，让我好好休息休息。我每天窝在家里，说不定躲过这几天就好了。我安慰自己，没想到唐娟在网上疯狂发帖子，要寻找自己的女儿。我的女儿许多年前被拐跑了，我想找她回来。她在视频里形容憔悴地哭喊着，本来就挺着孕肚，她披散着头发，显得更加可怜。网友的善心不应该被你这样的人利用，我恨恨道。转发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件事情迅速引发了大面积的舆论关注。然后唐娟直接去做了亲子鉴定，说我张丽才是她的亲生女儿。顿时，我爸妈成了众矢之的。我只是想让我的女儿回来啊，女儿，你为什么不认识妈妈了呢？唐娟挺着孕肚，跪在我家门前，她的嗓门极大，好多邻居都围着她。爸爸妈妈一下子变得苍老了，他们的头发白了好多。他们解释了，可没有人相信。丽丽是我们的心头肉，怎么可能是被拐来的呢？爸爸把烟夹在耳朵上，他之前把烟戒了，最近因为焦虑又开始想抽了。我看着他们的样子，心里十分揪得慌。突然，门外的哭喊声停止了。我打开猫眼一看，唐娟晕倒在地上，邻居一窝蜂地涌过来扶她，快送医院啊，快送医院！邻居们手忙脚乱，他们有的人在骂我们，骂得好难听。唐娟在医院昏迷着，我偷偷地去医院，又做了次亲子鉴定。我不信邪，女儿，你来看我了吗？我来到病床前，看着唐娟，表面上是我摸着她的手臂，实际上她死死地抓住我，不让我离开。正好旁边还有记者采访她，她一脸病容地躺着，微笑。能找回女儿，我就满意了。我把那张报告单展开，铺在镜头前，请唐阿姨别再污蔑我父母了。我和唐阿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唐娟死死地扣住我的胳膊，眼睛瞪得都要蹦出来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我明明怀胎10月把你生下来的。我冷笑，把她的手臂甩开。幸亏我亲自去做了次亲子鉴定，系统把我和张炼的身份交换时，连带我们的血缘关系也换了。他之前拿的是假的，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说。唐娟又要去抢记者的摄像机，记者蓦然往后一躲，声音也变得冰冷。不好意思，唐女士，我们这是全程直播啊！唐娟往后一仰，眼睛死死地瞪住天花板，她喘着粗气，然后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唐娟流产了，她的精神也变得疯疯癫癫。我要儿子，我要儿子！她每天走在路上，拽着个人就朝她念叨，样子可怕得很。可她每次见到我时，都表现得很温柔。妈妈之前总想着，要是有个女儿，我得多么宠她呀！唐娟伸手想要碰我，这话多么虚伪。那个时候我只有她了，可她把所有的恶意都发泄在了我的身上。她还把强加给我的苦难当成育儿经，骄傲地传输给每一个人。对孩子不能太好啊，要不根本不知道感恩。她嗑着瓜子和邻居亲戚炫耀，我厌恶地往后撤退。阿姨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可不是你女儿。我说，你知道我把你和张炼交换了，是吗？突然，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清醒，
死死地盯住我。我也看着他的眼睛，还是那么黑洞洞的，但是又很麻木，更像动物的眼睛。他知不知道又如何呢？无所谓了，丽丽，之前是我对你不好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唐娟直接朝我跪下，双臂紧紧地抱住我的腿。我厌恶地挣扎着，想要把她推开。这个时候了，还说这些话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为什么当初不对我好一点呢？走开呀！我根本不认识你！我大喊着：“女儿，你是我女儿啊！我怀胎10月掉下来的肉。”唐娟继续祈求道，含混的嗓子发出呜咽。妈妈想再和你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不想看你叫别人妈妈。她不断贴着我，浓郁的血腥味涌上，我差点呕了出来。滚！我费了好大力才挣扎出来。她狠狠倒在地上，一副可怜的样子，然后回头望着我，仿佛在祈求着原谅。我冷眼看着她，像看精神病一样。你完了，因为张恋在她的背后。蠢狗，不能让你出来了。她的内心在说，对不起，我妈妈脑子有问题。张恋把唐娟拉走。啊，不要，不要，你虐待我，你要把我的皮扒下来。唐娟像只猴子一样尖叫着，周围人都知道她之前干的好事，没有人帮助，只是看好戏一般的望着她。好几天，唐娟都没有出门。爸爸妈妈生意越做越好，我们又准备搬一次家，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妈妈把我搂在怀里，爸爸请来搬家公司，我们收拾着东西。突然，对门里扑出来一个身影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所有人都被吓出尖叫，场面一瞬间变得冷凝。他发出啊呜啊呜的声音，我们都听不懂，所以报了警。可警察把他拉到警察局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没气了，把他紧紧捆起来的裤子翻开，才发现下面血淋淋的。后来才知道她是唐娟，她的样子自然是张恋做的。张恋所做的一切都被调查了出来。他被枪毙了，被带走的时候，他一脸的无所谓。这种低智商的人，对我来说就像动物一样。那次他的眼神更可怕了，我做了好几次的噩梦。妈妈一直搂着我，妈妈的好宝贝，你要一直幸福啊。她把下巴贴住我的额头，我紧紧地依偎住她，感觉心里空缺的那块被填满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